跑，然后又跑换了什么垃圾玩意儿？我要整一个1000块钱的黑苹果的生产力工具，还得是独显，然后这是洋垃圾。你看人家极客湾啊，做了一期节目，太好玩了。人家组了一台1200块钱的机器，要干翻2万块钱的4060的笔记本儿。哇塞，我也要做一台啊！挑战 Mac mini 的黑苹果电脑，还得是生产力工具，开整。接下来我来选配置啊，很简单，咱们直接来抄作业。CPU。E51660V3，119块包邮，搞定。主板X99的主板就完事儿了，170搞定。内存啊，咱们直接上 DDR4 REG ECC 啊，68块钱一条，8G，咱们来2条。这个显卡呀，咱们要黑苹果，所以要和极客湾他们不一样啊。最好的选择呢，就是200多块钱的 AMD RX 580。这种卡呢，基本上都是锻炼过的啊，不用挑。满血版580，340块钱。电源还是买个大牌的二手吧，额定500瓦，88块钱包邮，就它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差这个散热器啊 ，LGA 2011平台的散热器都非常便宜。哎，你看这个39，还是4线的，可以温控的啊，就它了。最后呢，咱们再挑一条硬盘啊，咱们呢还剩的这点预算呢，也就只能买条256G 的了。咱们价格排序一下，哎，这个啊 PM961，这是黑苹果杀手，80块钱一条包邮。先给大家看看主板啊，新的啊，配它的 CPU 呢，我配的是这个型号叫做 E51660V3，电源，这二手的啊。530瓦的，87%的效率。我买的不是半模组的，他给我寄了一个半模组的。我靠，惊到我了！这连个贴纸都没有啊！但这不是二手，这是新的。其实6热管，铜管直触，双120风扇。是不是这种东西就没有翻新的吧？也没有翻新的必要，是吧？风扇轴承有翻新的，但是这至少看起来是新的，对吧？这出去。给人装机是吧？当个奸商绝对是够了。这个用来散1660V3问题不大。风冷你别小看它，其实很猛，你只要风力足够。最后一个就是显卡，大家都知道矿王之王是啥？580是黑苹果最适合的一个 GPU。这可能是洗过吧，贼拉干净啊！这要么就是还没赶上矿，对吧？要么就是矿完人给洗了，不像洗的。你看下面这儿有。粉尘看到没有？洗的时候它这些肯定就洗掉了，这东西就看命啊，但是不推荐大家这么搞。然后咱们装机，现在已经连好了啊，咱们开机。开机。What？ 刚才是内存条插的有问题，再来插电，开机，亮了，非常完美啊 ！CPU 也认出来了，至强 E51663V3 3.0。第一次试验启动啊，先跑上码看看有没有问题。牛逼！好，咱们先来看一下系统信息啊。我模仿的是 Mac Pro 2019款，处理器3G 赫8核的至强580 8G 16G 2133 DDR4，然后最新版的 Sonoma 14.3.1。网络啊，大家看正常。显示器啊，我现在插的是一块2K 的高刷屏啊，一切正常。声卡没问题啊，输入输出，你看内置扬声器，然后数码输出都是 OK 的。我调节音量啊，你看都没有问题。USB 啊，全部驱动 USB 2.0、USB 3.0都是正常的，完美。翻车了，老伙计们！我还说这矿卡挺新，没洗过呢。一旦使用 GPU 渲染的时候，会闪屏。看到吗？看。What the fuck？ A few moments later。新卡换回来了啊，换了一块明轩，上机啊，试一下。再坏了我就崩溃了。插电，开机，秒杀！秒杀！我靠，不亮了，亮了。看到没有？没有闪啊？看到没有？好了。
接下来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黑白性能 PK 环节，咱们直接 Cinebench R23多核性能测试开怼，最终得分7941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来看一看正版的 Mac mini 乞丐版啊，我是相同的环境，同一时间啊，又做了一遍测试，大家可以看对比图。哇塞，打脸了！这个 M2 的乞丐版只有8G 内存，却跑出了8639分，就这么输了，这可不行啊！咦，咱可以超频啊！人家极客湾也是这么干的，咱们抄作业去啊！墨屏3.3是吧？我们直接给它干到4.5G， 功耗强，电流强，砰砰干掉。咱们给主板来一个超限啊！好，我已经逐帧扒了极客湾的这个设置啊，然后我没有它那么激进，我先把频率呢放低一点，先拉到4G赫兹，但是其他的设置包括电压的偏移，直接加到了200毫伏啊，跟它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啊，上来就翻车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按照这个方法呢，即便是4G赫兹啊，它都是无法持续得住的啊，扛不住。大致现在的电源的需求是160瓦的样子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开始出现第一个波动，又重新回去到160，看它会不会再波动啊？又掉下来了，掉到多少？95、110，又到160，就不断的横跳啊！你看每次功率的下降伴随着频率的下降，频率被写死到了2.7。大家会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太热了 ，CPU 插头了？不存在的啊！看温度，最高只有60度。我这风扇给大家摸摸啊，手随便摸，现在摸的是热管，看到没有？随便摸。大家说是不是积热了？我换了全新的 TF9 散热硅脂啊，所以它这个插头就是因为这个电源。然后我这百思不得其解啊。我这电源招谁惹谁了？换了不同的电源，450瓦、500瓦、600瓦，全模组、半模组、EU 的这种 ATX 的各种换啊。但是我一想不对啊，你到了500瓦其实完全够用了，因为你要么是 CPU 渲染，要么 GPU 渲染。我这个测试几乎没有 CPU、GPU 同步渲染的，对吧？哎，后来我一想不对，瓶颈出在哪儿呢？在这儿，看它的电源供电，看到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它的供电呢是3倍6，热的已经烫手不能摸了啊。然后它的电源供电 CPU 就是一个最简陋的8 pin。大家知道好一点主板呢，就要么是8+4，要么是8+8，为的呢就是把 CPU 的功耗能给它拉满。所以这个瓶颈出现在这块主板上，廉价的 X99到160瓦。这就是这个主板能够接受的供电极限了，所以你换什么电源都白扯，这不是换电源的事儿啊。但是你让我换个主板超频，我这买个 ROG 3000块钱，不是有病吗 ？ROG 是不能买的，但是咱有动手能力啊。经过我几天不懈的努力，疯狂的调整之后，终于找到了它的G点啊，最后稳定跑在了4.1G赫。所以这个不能采用这个无脑超频模式了，拉高电压来超频，只能用这个微加电压或者是降压的方式超频。所以最终拼的就是一个 CPU 的体质了啊。然后我怎么找到的这个临界值呢，或者叫峰值呢？大家注意看啊，功耗直线飙升136，也就是说这个主板的这个整流器啊，能够扛得住的最高的功耗输出是140瓦，这个是个红线啊。如果一直在140瓦以上，它一定会让 CPU 降频来降低功耗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块垃圾主板上让 CPU 拉满的话，很简单啊，就是调到你的 CPU 的功耗值恰巧在140瓦之内，没有问题，跑完。好，超频稳住之后，咱们继续来跑一遍 Cinebench R23 10分钟啊，既是一个烤鸡，又是一个性能测试。咱们多核性能开整，最终得分9876分，性能超越 i9 9880H。更是秒杀这个 M2 版的 Mac mini。Geekbench 6，GPU 测试的 Metal 性能测试啊，这是苹果系统中使用渲染最多的一种方法。咱们开跑，最终得分51842分。Mac mini 乞丐版的 GPU 得分是45576分。哎，这个咱们还是碾压它的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咱们就……老张，你是不是忘了点啥呀？啥呀？机箱呢？哦，机箱啊！我本来呢也想弄一个垃圾篓凑合一下子的，但是我这1000块钱预算不是还剩了几十块钱吗？
我买了一个海景房。真不错，海景房 RGB 1000块都有了。何止是不错呀！你看我这机器还能干啥？玩赛博朋克能玩？你看看咱这帧率，我去，70多帧啊！我操！我重新把电给推上了啊！再整一局，是不是功耗太大了？别看功耗表，我操，垃圾呀！真就是大力飞砖呗。嗨，机器放公司，电费又不用我掏。也对，1000块钱的话全是优点。不过老张，你也不缺电脑，送网友呗。中，大家评论区见。